大家好，今天是4月26号，2024年，我是纽约二少爷 Alex。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在2024年的4月23号以微弱优势投票决定禁止几乎所有的竞业禁止协议，或者称为非竞争协议。而这些就业协议呢，通常就会阻止职场人加入竞争企业或者创办自己的企业。我在看油管的时候啊，看这个5月散人啊，他雇的这个包子店的大师傅啊，大师傅的话，在这个解除合同的时候呢，出示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叫做非竞争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让这个大师傅啊，他有自己的秘诀啊，或者自己的这个功夫啊，属于这个秘密啊，不许在出去以后把这个包子的这个秘密啊带到新的这个餐馆去。所以这种非竞争协议在美国也是非常的普遍。它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讲保护企业的产权啊，企业的生意秘密，同时呢，让这个员工啊不会轻易的出去挑战老板。但是这种竞业的禁止协议啊，由于是一份法律的协议，或者说是一种合同的条款，它呢规定了雇员在雇佣期间结束后，根本就不得与原雇主竞争。而这些协议啊，在美国原来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它还禁止你这个雇员在就业期间或者就业以后，向其他任何方透露专有的信息或者是机密。很多的合同它都规定了，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员工在雇佣期结束后为竞争对手工作，包括你自己出去开个店，打个比方，你开个店啊，开个小店啊，你开个餐馆啊，如果你原来的餐馆里面的秘密啊，包括手艺的秘密啊、菜的秘密啊、什么秘方啦、秘密程序啦，都不许使用。那么这个雇主他就可以要求员工签署竞业禁止协议，来保持原雇主在市场中的地位。那么这种被要求签署这些协议的人呢，可能包括雇员、承包商或者顾问。那么竞业禁止协议在法律上约束着现任或前任的雇员，在终止雇佣后，不管是怎样终止的，可能是被炒了，可能是你辞职了，可能你就是主要创业了啊，可能有什么事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在特定的时长内和原雇主竞争。那么根据此类的协议啊，我们况且认为它是公平的也好，不公平的也好，如果你不遵守竞业协议的话，你原来的雇主那么很可能受到这个经济上的损失。那么你要尊重这种竞业协议呢，那么雇员会受到职业的干扰。根据此类的协议，原来的员工是不得泄露在职期间你所了解到的任何的商业机密。而这种商业机密的定义就非常宽泛了，你可以说是这个公司的内部关系是不是商业机密啦？公司的秘方是不是商业机密啦？公司的程序是不是商业机密啦？甚至公司之间的员工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商业机密？所以在美国，这些合同它概述了雇员必须在多长时间内不在某一地理位置或者特定市场与竞争对手合作。比如说你规定了如果在纽约，你规定了不许在纽约市开同样的店当然基本上不可能太宽泛了，就可能说是不许在法拉盛开个店和我竞争，不许取类似的名字不许这个甚至在全美国做同样的这个品牌。当然了，在美国有些州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州，
它是拒绝执行竞业禁止协议，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防止垄断，那么增加竞争，最终的受益者肯定是消费者。那么这种竞业禁止协议呢，可能会阻止员工在离职后在自己的领域找到工作。那么这种问题呢，在这个 FTC 投票之前，那么很多的人收到了大概上万封各种公众的信息反馈。那么主要的考虑就是一些员工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的这种不公平的竞业禁止协议，而被非常无辜的就困在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所以有的人说自己被困在了一个和自己甚至宗教都有冲突的工作岗位上。也有人说他感觉这种竞业的禁止协议无处不在，甚至就在同一个小区里再开一个瑜伽馆，开一个小小的瑜伽工作室也不能幸免。所以这些的叙述举出了一个非常的基本的现实，就是说你剥夺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机会，也剥夺了他们其他的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估计，从最低的工资者到 CEO， 在美国目前大约有3000万人，也就是1/5的美国工人受到了非竞争协议的约束。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称，通过鼓励人们自由的交换工作，那么就可以每年增加将近3000亿美元的工资总额。这种情况就打个比方如果你有这个开一个餐馆，你有这个做菜的秘诀，那么你再也没有这个竞业协议了，那么你就可以在门口再开一个，那变成大家可以直接竞争价钱上手艺上工资条件上可能就产生了一个良性的竞争，最终结果是有益于消费者。另外一个特殊的情况很多人发现了，很多的职场人，当你辞职的时候当你被炒的时候，当你自主创业的时候，突然才发现曾经签过非竞争协议，这些在公司的 HR 提前都已经给你把坑挖好了。那么你签完以后，当时你为了入职心急如焚，你也忘了，事后可能会有人找后账。所以直到你来开始准备换工作的时候，才突然被 HR 拿起过去切的慢声器这跟慢声器差不多，通常你就会陷入了焦头烂额的状态。所以最新的禁令就是禁止这个原雇主再发这个竞业协议，将于2024年的晚些时候生效。它为公司给予高级管理人员的现有的竞业禁止协议规定了一个例外，理由是这些协议更有可能是经过谈判达成的。那么联邦贸易委员会称，如果雇主不应执行其他现有的竞业禁止协议，那么其实雇主就可以想办法，在员工入职的时候，你就想办法采取一些措施，有意的分级保护有意识的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秘密的协议要求即使出去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但是要声明，比如公司的版权啦、产权啦、商标权啦不可以使用。所以在这个 FTC 的投票结束后不久，
美国的商会啊感觉不满，他们表示将要起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来阻止这个规定的实施，并称为它是不必要的、非法的和公然的夺取雇主权利的行为。总之呢，对于所有打工人来说，对于所有职场的人来说，算是个好消息。所以以后任何人就可以随意跳槽了。当然，前提是你得合法在美国打工哈。你可以，你是个美国公民啊，你是美国绿卡啊，你是美国的 H1B， 你有这个工作签证，你当然可以跳槽了。但是前提是啊，工作签证可能还差点，因为工作签证还得需要雇主 sponsor。但是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谢谢大家。